佛法讲得很清楚，福报啊，它是流水，是活的，得在人跟人之间走动流转，那才叫福。可现在的老人最糊涂的是什么？就是非要把这福气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头。你看现在世间很多老人家心里头都抱着这么一个念头，哎呀，我只要还能动一天，我就自己扛一天，我绝不给孩子们添半点麻烦。这话听着是不是很豁达？旁边人听了还要竖起大拇指夸你慈悲。可是你们要晓得，这实则是在因果上硬生生断了福报往下流转的路啊！你以为是你自己扛下了所有，是不拖累孩子，可在因果的账本里，你这是亲手关上了儿女们修福尽孝的大门。你自己回想这一生，你脑海里最常记起父母的到底都是些什么画面？人这辈子最忘不了父母的，从来都不是他们当年给你塞过多少压岁钱，给你买过多少件新衣裳，你真正忘不掉的是你大半夜给他们端过去的那碗热汤药，是你坐在床前守过的那整宿的无眠，是大风大雪的天气里你背着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踩过的那段泥泞路。父母给过咱们的恩情，日子一久慢慢也就淡了，可是你亲手替他们尽过的孝，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你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道理很简单，亲子之间的这点情分从来都不是靠着血缘天生就能有多厚，它是靠着一回回的托付，一次次的接手，在实实在在的事情上一点点磨出来的。你什么事都大包大揽，什么都不让孩子碰，其实就是把你们之间这份情分越磨越薄了。福报这件事最讲究的就是两个字，经手一件事。经过了几个人的手，这福气就能在几个人身上扎下根来。一件本来该一家人热热闹闹齐心协力去办的事，你非要逞能，一个人全给包揽了，结果呢，这福气就只在你一个人身上打了个转，绕了一圈，留不下根，更传不下去。这就好比咱们端一碗热汤，这碗汤你得递到孩子的手里，得让他伸出双手稳稳地接住这碗汤里的暖意，才算真正传了下去。你要是一直死死地端在自己手里，端着不撒手，等汤都凉透了，你那份心意他也连一滴都没尝到。诸位要记住，60岁是人生的一个大坎，过这个坎之前，你是在为自己活，你挣下多少都是你自己的。可是过了这道坎之后，你的身份就变了，你是在为整个家道活，你手里攥着的全都是要往下传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是这家产的主人，你变成了家业的经手人。这钱往下怎么花，家里的事往下怎么办，早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你这是在给儿孙们铺路啊，路要是铺对了，家道就顺顺当当；路要是铺偏了，你哪怕留下金山银山，你也留不住家里的福气。所以我今天必须得跟大家说句实在话，有3样东西，过了60岁以后，千万别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去办。你只要独自扛下了儿女该长出来的那份福报，也就跟着散干净了。这第一样，就是现在社会上最多人抢着去做，做完之后还觉得自己特别伟大特别正确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趁着自己腿脚还利索，跑去把自己的身后事一样一样全给办妥了。你自己去挑了风水极佳的墓地，自己去定做了一身漂漂亮亮的寿衣，自己去照相馆拍好了满意的遗照，甚至连将来办事的一条龙服务你都提前交了定金。你办完这些，心里头那个踏实啊，心想，哎呀，这下好了，等我2眼一闭，孩子们什么都不用操心，直接按流程走就行，我这辈子真是一点麻烦都没给他们添。
你们要晓得，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里，从古至今，这3件东西从来都是留给后人亲手去办的。你以为办丧事、买棺材、挑墓地是做给走的人看的吗？走的人眼睛一闭，这世间的繁华落尽，他哪里还用得上这些？这整套繁琐的规矩，每一道手续，每一样东西，全都是替留下来的活人预备的一个位置。你想想看，家里最顶梁的老人走的那一刻，这个家里的那口气瞬间是散掉的，天塌了嘛。一家人6神5主，咱们中华文化里靠什么把这口散掉的家气重新拢住？就靠这一件件必须要活人去跑腿去经手的事。大儿子去给亲戚报丧，二儿子去挑地方，女儿去选衣裳，孙子去磕头答谢。每个人在这个仪式里都领到了一件事，每个人都在为这件大事出汗流泪奔波。就在这个大家伙一起忙活一起悲痛的过程中，这散掉的气就一点点收回来了。这一套繁复的流程走完，家里的人各归各位，知道长辈不在了，以后兄弟姊妹要互相扶持，这个家才算在风雨中重新立住了。你现在倒好，为了所谓的不添麻烦，把这些事提前全办完了，这就等于你亲手把这套给家里收气的法子给拆了个干干净净。等到你真走的那一天，孩子们赶回来，发现什么都是现成的，他们只要站在那里像个看客一样，看着外人把你按部就班的送走，他们手上没活干，心里那股巨大的悲痛和感恩就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事儿办的是又快又利落，3天就全结束了。可是结果呢？丧事办完以后，这家人因为没有共同经手这件大事，那口气收不回来，兄弟姊妹之间反而慢慢就不来往了。事太顺了，谁也没经手，谁跟谁也没接上这根线。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是家门口的一道门槛，家里那道门槛不管多高，只有亲自跨过去，你才算真正进了这个家门，才算长了本事。现在孩子要过门槛，你心疼他，你走过去一把将他抱起来，或者你干脆把门槛给拆了，替他跨了过去。门槛是过了，可是人呢，他没有经历那个抬腿用力跨越的动作，他的筋骨就没得到锻炼。你们要晓得，咱们讲孝这个字，它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心意，不是说孩子心里想着你就是孝了。孝是要经过手才算数的。老话讲养生送死，这2个词是连在一起的。养生是前面几十年的功夫，送死是最后那几天的功夫，两头都得站上，这孩子一辈子的孝道才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你现在把你生命最后那几天的功夫提前一个人全包圆了，等于把你儿女这辈子尽孝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个落脚点给深深挖空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父母走了很多年以后，哪怕事业做得很成功，每到深夜想起父母，心里总有一块石头压得喘不过气？不是他不孝，恰恰是因为当年父母走得太利索，什么都没让他干，他没赶上，也没轮上替父母做那最后几件事。那块石头其实就是你当年不添麻烦给他放上去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你真正折掉的并不是你自己的福报，而是儿女本该在这个过程中长出来的那一份福，没长出来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所以当时谁也不觉得亏了。可是往后20年，这亏空会一点点显现出来，就像一棵树，你没拿斧头砍它，你只是在它该抽枝桠的时候把那根枝子给捂住了。当时看着树还挺直，10年以后你再看，
这棵树长得偏了，遇上大风就得倒，儿女在你身后事上没经手，短时间内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往后他自己的人生遇到大坎的时候，他身上就少了那一口能顶住压力的底气。那口气本来是该在替你奔波办事痛哭流涕的时候攒下的，你把路铺得太平了，孩子的腿是长不结实的。我给你们讲一个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你们听完就明白，这手要是伸得太长，非要把死后的事在生前攥得死死的，到底有多可怕。大清朝有个极有名的大臣叫张廷玉，这个人不得了，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真正的三朝元老。雍正皇帝临终前给他定下了一个天大的荣誉，配享太庙。这是什么概念？这就等于说以后大清朝的皇帝祭祖的时候得顺带着也受他张廷玉一份香火。在清朝历史上，汉人大臣拿到这个荣誉的仅此他一人。按理说张廷玉这辈子的福报算是顶天了吧，他只要安安稳稳地闭上眼，这事儿自然有皇帝和他的后人去替他办。可是到了晚年，张廷玉犯了一个致命的迷糊，他老了，心虚了，他极度恐惧自己死后这个天大的荣誉会生变，他觉得这事儿不能留到死后让别人去办，他得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把这件身后事给盯死。乾隆14年，张廷玉告老还乡，临走前他干了一件连满朝文武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跑到乾隆皇帝面前，一把老骨头跪在地上，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皇上啊，老臣这一走，恐怕以后就见不到您了。先帝当年赐我死后配享太庙，老臣实在是不放心啊，求皇上您给我写个保证书，立个字据，让我带回老家，我才能安心闭眼啊。你想想看，乾隆是个什么脾气的主子，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这个老头，心里那个火噌的就冒上来了。乾隆心里想的是，你张廷玉要的是死后的荣誉，这事儿本该是你死之后由我这个当皇帝的来赐给你，由你的儿孙来替你受着，你现在还喘着气呢，就敢伸手把死后的流程全给抢办了，你这是在逼宫啊。乾隆强忍着怒火，顺手给他写了一首诗当凭证，把他打发走了。按理说张廷玉拿了保证书该他死了吧？没有。第二天他竟然没有亲自进宫谢恩，而是打发自己的儿子张若成去替他谢恩。这一下乾隆彻底压不住火了，勃然大怒，你张廷玉为了自己身后的事死皮赖脸的自己来要到了，谢恩的事你反而让儿子来，你连这最基本的规矩和人情世故都颠倒了。乾隆一道圣旨下去，不仅把张廷玉骂得狗血淋头，还削去了他的爵位。事情还没完，张廷玉后来又被牵扯进一件大案子，乾隆干脆派人去把他家给抄了，把当年雍正赐给他的那些宝贝全给收了回来，最后更是直接取消了他配享太庙的资格。张廷玉是在极度的惊惧和悔恨中死去的。最惨的是什么？是他那个本来在朝廷里前途无量的儿子张若成，因为父亲这一番胡乱伸手，试图彻底尽毁，张家从此一蹶不振。你们看张廷玉错在哪儿？他就错在那本该是由后人在他身后去接去办的福，他非要在活着的时候用自己的手死死攥住，他以为自己办妥了最安心，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惹得天地不容，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把儿孙原本好好的福气折得干干净净。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回头再看看自己，你是不是也跟当年的张廷玉一样，想着趁自己还能动，把买墓地买寿衣这些事全都包办了，
你是没有去逼皇帝写保证书，但你这种把儿女尽孝的手硬生生抢过来的做法，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第一样是你抢了他的手，而这第二样正好倒过来，你不但没抢他的手，你还替他把手伸出去了。我告诉你们，这第二样才是最伤家运，最容易把灾祸引到下一辈身上的事。这第二样就是替儿女扛下了他们命里本该自己去过的那个大坎，替他们把手给伸了出去。你看现在的社会，这种情况太多了。儿子做生意赔了底朝天，被人逼债逼到家门口，老父亲老母亲心疼啊，一咬牙把自己的养老房卖了，把棺材本掏空了，替儿子把窟窿给填了。再比如孩子要成家，父母不仅出了全款买了房，连带后半辈子的物业费装修费全给包圆了。办完这些事，父母心里长舒一口气，觉得哎呀，这孩子命里的难关我算是替他跨过去了。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你们要晓得，因果这本账它是不讲人情的。儿女命里遇到的那道坎，不管是因为贪心破了财，还是因为浮躁栽了跟头，那是他这辈子该过的一关。这一关卡在那里，不是老天爷故意整他，那是为了磨掉他身上的那点急躁，那点不知天高地厚。你替他把钱出了，把事给摆平了。表面上看，要账的人走了，事情过去了。可是你想想看，过这一关的人是谁？是你啊！钱能解决的是事，他解决不了人的性子。他身上的那个毛病，那个导致他栽跟头的贪念和愚痴，一点都没有动，性子没磨掉，这道关就等于根本没过。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什么呢？就像这孩子走路，鞋里进了一粒沙子，他走一步硌一下，走得呲牙咧嘴，你当大人的在旁边看着心疼的受不了，跑过去把他脚上那只鞋脱下来，你自己穿上，替他走完了那段最硌脚的石头路，你觉得你帮了他大忙。可是你琢磨琢磨，沙子没倒出来，沙子还在那只鞋里啊。等你把路走完，把鞋重新套回他脚上的时候，他往下一踩，照样硌脚，甚至陷进肉里，硌得更疼。这没跨过去的坎，这没倒出去的沙子，它不会自己凭空消失的。因果不空啊，它一定会换一个更大的样子，在将来的某一天再结结实实的来一遍。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这道关它没过，这笔无形的账没有清，天地间的账。如果在这个人半道上烂了，没结清，他会往哪儿走？他就顺着血脉往下一辈身上走。你挡的是你儿子的坎，最后砸下来的全落在了你孙子的头上。咱们老祖宗讲的祖上，它不是宗祠里的一块木头牌位，它是一本全家人连着记的大账。上一辈没结清的业力，下一辈接着担。而且往下传的时候有个铁打的规律，这担子越往下传越沉。为什么？因为中间隔了一辈，接盘的那个孙子他完全不知情，他一出生就背着老子当年没还清的业债，他遇上事只会觉得自己命苦，觉得自己倒霉，他根本不知道要去补那个窟窿，他不补，这恶性循环就彻底把一个家给拖垮了。台中有个老先生，我们叫他林伯。林伯早年在台北做点小买卖，攒下了一套地段很不错的养老房。晚年回了台中老家过日子，他有个独生子，心气很高，非要借钱开工厂做大老板。结果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沾染了商场上的那些恶习，急功近利，没撑过3年，工厂倒闭，在外面欠下了整整3000万台币的巨债。要债的人天天堵在儿子家门口，
儿子吓得连门都不敢出，跪在林伯面前痛哭流涕。林伯看着儿子那副惨状，心如刀绞，他瞒着所有人，偷偷跑回台北，低价把那套最值钱的养老房给卖了，凑够了3000万，把儿子的债主全给打发了。还完债那天，林伯拍着儿子的肩膀说：没事了，爸替你扛了，你以后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儿子擦干眼泪，连连点头。大家觉得这是个大团圆结局，对不对？你们要晓得，大错特错了。林伯用这3000万平了事情，可是他剥夺了儿子承受切肤之痛的机会。儿子根本没有经历过那种被人逼到绝路，自己咬牙扛砖头还债的绝望。他性子里的那种侥幸，那种凡事有人兜底的劣根性，一点都没磨掉。日子一天天过，儿子后来结了婚，生了个大胖孙子。在这个家庭里，因为当年那场滔天大祸被老爷子轻易化解了，家里的磁场变得非常奇怪，没有敬畏心，没有对底线的敬畏。15年过去了，那个当年在爷爷膝下撒娇的孙子长大了。这孩子从小看着父亲游手好闲，做事眼高手低，他骨子里也沾染了那种投机取巧的气息。结果这孙子上了大学后，沾上了网络赌博。你想想看，网络赌博那就是个无底洞啊，手指在屏幕上点几下，几十万上百万就进去了。没过半年，债主找上门了，这次可不是3000万台币了，那是滚雪球滚出来的天文数字。人家催债的直接把他们家门给锁了，墙上泼满了红油漆。80多岁的林伯听到这个消息，当时血压一飙，直接中风瘫痪在了床上。那个当年被父亲保下来的儿子，现在面对着自己闯下大祸的亲生骨肉，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家里的老宅被法院查封，一家人落魄街头，彻底被拖垮。你想想看，这孙子为什么会遭遇这么莫大的横祸？他不是运气不好，他是把当年他爹手里没结清的那笔账连本带利的接过来了。林伯当年替儿子扛下了那一笔，觉得是慈悲，其实是亲手把一颗定时炸弹往后多埋了几十年。所以我常常讲，长辈给晚辈出钱，这里头有天大的学问。同样是出钱，有天福的出法，也有折福的出法，差别在哪里？就差在这笔钱有没有真正经过儿女的手，有没有那一趟来回。钱这个东西，它是个载体，它本身没有吉凶，你要想让它带着福气往下传，办法只有一个，得让它在人跟人之间走动起来。你给出去，儿女的感恩的知道海，哪怕他每个月只还你1000块钱，这钱一去一回，你们俩之间就接上了一根线，这笔钱就活了。这就是活水天福。如果你像林伯那样大包大揽，你给出去，他不用还，也不用担责任，甚至觉得理所应当，那这笔钱就成了一潭死水。死钱是没法流动的，它只会变成一座山，死死地压在这个年轻人的头顶上，压得他一辈子长不出自己的根骨，最后把灾祸引来。你现在自己静下心来回忆回忆，你这些年给儿女塞的那些钱，替他们填的那些窟窿，有几笔是他们自己知耻后勇开口求你借的，又有几笔是你看着心疼硬生生自己掏出来往人家手里塞的。你塞过去的不是钱，是你把他们命里的结束硬塞给了你家下一辈啊。讲到这，第一样你抢了他的手，第二样你替他伸了手，这就已经够伤家运了。可是这第三样东西才叫真正儿的奇怪。这第三样东西你买下来之后，谁的手都没伸，你也没抢也没替，他就那么静静地放在那里。可是放着放着，
你们这整个家的气脉就全僵死了。这第三样东西就是很多老人家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买下来或者存下来，然后死死锁在抽屉里，压在箱底，绝对不让任何人碰的那笔财物。这可能是一张定期存折，可能是你偷偷买的一份大额保单，也可能是你藏在柜子最深处的一包金条。你心里的盘算特别好，你觉得孩子们现在还不成熟，这笔大钱要是现在给他们，肯定让他们乱花给败光了。我不给，我也不说，我就把它死死锁着，等我将来两眼一闭，这笔完整的钱全留给他们，那才是真正护了他们的底。你们要晓得，这个念头一起，大错特错。你以为你把财富锁住了，其实你是把这笔财物变成了压在全家人头顶上的一股死气。佛法里讲万物皆在流转，天底下所有能养活人、能滋润人的东西，它都必须是活的。什么叫活的？水要流，气要通，钱财要走动，这叫活。一样东西只要停下来不动，它就从养人的东西变成了耗人的东西。这不是说锁在柜子里的钱会变少，而是说它只要死死地停在那里，它就会反过来开始消耗你这个大活人的心血。你想想看，你柜子里锁着那么一样谁也不能碰的东西，这10几年下来，你是不是隔三差五就要去摸一摸钥匙？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时不时还要想起来算一算利息？是不是经常提心吊胆，担心这笔钱的安全，担心孩子们万一提早知道了会来要？我告诉你们，那不是这笔钱在替你守着晚年，那是你耗尽了晚年的气血，在给这笔钱当保安人的心思，人的精气神是有定数的，你把心思压在食物上多少，你能用在活人身上，用在含饴弄孙上的心思就少多少。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咱们老家村头的那口水井，一口井，只要天天有人去打水，今天李家挑一担，明天王家提一桶，这水不停地往上涌，这井里的水永远是清冽甘甜的。可是如果你为了把这井里的水攒下来，你拿一块大石头把井口严严实实地封死，谁也不许打水，就这么封上3个月，你再把石头揭开看看，里面的水全臭了，全长了绿毛，井还是那口井，水也一滴没少，就是全成了死水。你锁在家里的那笔死钱，就是这口封死的井，它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手，谁也没有碰过它，它的气就僵住了，就收了。更可怕的是，这笔锁着不动的东西，因为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它不仅耗你的心血，它还压着活着的人那一口气。你以为孩子们真不知道你有这笔钱？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全家上下全都知道，老头老太太手里攥着一样大东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碰不得，这一下麻烦就大了。一个家里最伤人气的从来不是家里穷缺吃少穿，而是一家人明明坐在一个饭桌上，却有一样东西所有人心里都在想，但所有人的嘴上都不许提。这样东西一旦存在，全家人说话就得绕着它走。儿子想买房差几万块钱，话到了嘴边咽下去了。女儿想创业需要点启动资金，看了看你的脸色，也不敢吭声了。你们一家人绕着这个话题走1年2年不要紧，要是绕上个10年8年，这一家人其实就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互相防备，说什么都在躲着那个柜子里的东西。所以我常讲，那笔死死锁着的钱，压断的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财运，它压死的是你们这一家人之间那种可以敞开心扉、有说有笑的热乎话。
话一旦堵死在了肚子里，往后这家里的什么事就全堵住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还觉得委屈，说我锁着不让他们碰，是为了将来全留给他们啊！我跟你讲，留给儿女的东西最怕的就是等到你撒手人寰了，他们才第一次碰到它。为什么？因为一样东西要从长辈手里往下传，光传这个东西本身是没用的，你还得把怎么用它，为什么留它的这个意思连带着一起传下去，而这个意思只能趁你这个老人家还在世，还喘着气的时候，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家经一次手才能传得下去。你在的时候，你把存折拿出来，你让孩子们都看一眼，你说一句，他们问一句，这份财产里的规矩，甚至你的那份苦心，就跟着这个动作一起过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如果你非要死死锁着，不让任何人碰，好，等你两腿一蹬，孩子们打开柜子，拿到了这笔钱，可是你人不在了呀，那这笔钱就没有了你的意思，它就只是一堆冰冷的钞票，落到了几个兄弟姊妹的手里，那它就立刻变成了好几种意思。老大觉得这是爹留给长子养老的，老二觉得当年爹住院我出力最多，这钱该归我，老三觉得我最穷，这钱就该扶贫。没有长辈当面交代过的话，几个人各猜各的，那样被你死死锁了一辈子的东西，一见天日，立刻就会变成手足相残的炸弹。你看社会上那些分家分到兄弟反目对簿公堂的人家，外人总说是为了钱，其实根本不是为了钱的多少，而是当年老人没把那口憋了10几年的气给疏通，没让大家经手，老头子一走，气口炸开了。当年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从最底层要饭当和尚一路杀出来的皇帝，他吃过这世上最苦的苦，所以他坐上龙椅之后，心里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将来的子孙不成器，把这份大明江山给败了。朱元璋老了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他把自己的心思熬干了，亲手编撰了一本皇家的大法典，叫《皇明祖训》。他把大明朝所有的规矩，包括国家大事怎么管，藩王怎么驻守，甚至子孙后代每天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吃几顿饭，全部死死地写在这本书里。写完之后，他下了一道严苛到极点的铁律，他把这本书往太庙里一锁，告诉所有的儿孙，这本祖训后世子孙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许改，谁敢改，谁就是大逆不道。朱元璋当时的盘算跟咱们现在很多死死锁着存折的老人家是一模一样的。他觉得我经历的磨难多，我的经验最管用，只要我把这套规矩锁死了，任何人都不许碰，不许伸手，那这份福报就能万事太平。可是结果呢？万事万物都在变，哪有锁得住的道理？朱元璋刚驾崩没多久，这套被死死锁住，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规矩，就成了一把杀人的刀。接班的是他的孙子建文帝。建文帝一上台，面对着各地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尤其是那个最能打仗的四叔燕王朱棣，他怕了。建文帝想要削藩，可是朱元璋生前把规矩锁死了，藩王不能动，削藩就违背祖训。朱棣呢，手握重兵，心里委屈，可是祖训锁死了，他只能在北方当个藩王，叔子俩中间隔着一本冷冰冰死死锁着的皇明祖训。因为老爷子生前根本没有给这套规矩留半点让后人伸手商量经手调整的口子，两个人找不到任何可以沟通退让的出口，话全被老爷子当年给堵死了。既然话堵死了，那就只能动刀子了。朱棣直接在北方起兵，
打出的旗号就是要遵循祖训，一路杀向南京城，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靖难之役。苏子良打了整整4年，大半个天下的百姓跟着遭殃，最后南京城被攻破，皇宫里燃起滔天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当了皇帝，回头就开始疯狂地报复侄子的旧臣，杀的是血流成河。你想想看，朱元璋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他该有多痛心。他当年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锁在了那本祖训里，他以为不动的东西最安全，可是他不懂得，不动的东西不仅不养人，反而会吃人啊。他死死锁住的规矩，不但没保住一家人的和气，反而逼着骨肉相残。老祖宗的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咱们必须得看明白。你手里攥着的那点财物，虽然比不上天下江山，但压在你们这个小家上，那气量是一样的。你锁得越死，儿女之间将来的撕裂就越惨。既然死死锁住，一个人闷头包揽会把福气折断，那这3件事是不是咱们老人家就绝对碰不得了？我告诉你们，世间万物它本身是没有什么绝对吉凶的，天底下偏偏就有另外一些老人家，同样是去买墓地，替孩子出钱，手里存着家底，他们也去办了。可是他们办完之后，不仅没有断掉儿孙的福，反而把一家人散掉的气给重新聚了起来，甚至硬生生的给子孙添了一场大福报。他们凭什么能化蛰伏为天福？这差别全在一个极不起眼却极为要命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懂得留一道口子。前面咱们讲了，这3件事之所以伤家运，病根全在从头到尾只有你自己的一双手动过。既然病根是没人经手，那解药也就出来了，把儿女的那双手给放进去。你们要晓得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凡是家里遇上大事，不管是红事还是白事，都要大张旗鼓的请亲戚朋友来帮忙。为什么要请人？真的是因为自己家里那几口人干不完吗？不是的，请人是为了让这件大事在更多人的手上过一遍，人多一个，这福气和人情就多走一趟。你一个人为了不添麻烦，力求完美，把事情办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恰恰是把这件事里所有能滋生福气、连接情分的路全给堵死了。所以这3样事你要办也可以，想提前准备也没错，但必须守住一条铁律，千万别办完。每一样事你都要故意留一道口子，留一个缺漏，让后人的手能顺理成章地伸进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是2个人合记一本账。你想想看，如果你天天自己拿个小本子记今天花了多少，明天进了多少，那不叫账，那叫记事本，那是你自己记给自己看的。真正的账是2个人之间的来往。我今天借给你1斗米，明天你还我2斤面，你记一笔，我核对一下，这叫往来，这叫账。账本一翻开，里头全是人跟人之间的情分和牵扯。你把事一个人全办绝了，就等于把本该2个人记的账变成了你一个人的独角戏。儿女想在上面添一笔，都找不到地方下笔。只要你肯留一道口子，让后人的手伸进来，这3件事立刻就从蛰伏变成了天福。但这留口子里面也是有大学问的，你不能留一件他可做可不做的事。人都是有惰性的，能省事肯定省事，可做可不做，最后往往就是不做。要留，你就得留一件最核心的，缺了它就绝对办不成的事。比如一道必须他本人去签名的手续，一笔必须他亲自去交的尾款，或者一个只有他能拍板决定的日子。一旦你留了这么个非他不可的口子，
他就不再是被你随便叫来打下手的旁观者了，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件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非动手不可，他一动手，这件事就真真切切地经了他的手，只要经了手，这份原本要断掉的福报就会稳稳当当地落在他身上。因为帮忙干活大多是走个过场，攒不下什么深厚的福报，只有当他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扛就塌了的时候，那骨子里的精气神才会被激发出来，这才能真正的攒下福气。台南有位老母亲，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大了3个儿子，这3个儿子长大后各自成了家，事业也都还过得去，老大干工程，老二做贸易，老三在学校教书。可是呢，俗话说树大分枝，这3个兄弟因为当年分家产的一些鸡毛蒜皮闹得是非常僵，到了后来3兄弟简直像仇人一样，别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了，过年回老宅看母亲都是你初1回，我就初2回，死活不见面。老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也劝不动，骂也骂不听，眼看着自己快80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老母亲心里开始盘算自己的身后事，按理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老人会叹口气，心灰意冷的自己去把墓地买了，把所有事全办妥，心想你们不和气，我死了也不用你们管。可是这位老母亲没有，她掏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去台南郊外的一个陵园，全款给自己挑了一块风水极好的墓地，手续办了，钱交了，但是她偏偏在最后一步停住了。她跟陵园的主事交代，这墓碑先立个光板，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许刻，不仅不刻字，连这墓碑最后的朝向角度也先空着不封死。办完这些，他把3个几年不说话的儿子破天荒地强行叫到了床前。老母亲掏出陵园的契约单，往桌上一拍，对3个儿子说：妈这辈子的事基本都办完了，墓地我买好了，钱也全付清了，但是唯独这最后一步，这墓碑上该刻什么字总结我这一生，这墓碑到底是朝东还是朝南，我没定。3个儿子面面相觑，不知道老母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母亲接着说：这最后一道口子我留给你们，等我走后，你们3兄弟必须坐在一张桌子上商量出一个结果来。你们要是商量不妥，我这墓碑上就没有名字，我就成了个孤魂野鬼，你们看着办吧。没过2年，老母亲安详地走了，丧事办到最后要立碑了，3兄弟傻眼了。老母亲生前留了死命令，必须他们3个一起定。没办法，老大、老二、老三这3个几年没好好说过话的亲兄弟，只能硬着头皮坐在了陵园的接待室里。一开始气氛冷得像冰窖，谁也不看谁。陵园的师傅拿着纸笔在旁边等，问3位老板：老太太，这碑文到底是写慈母还是写贤董这生平简述，怎么个写法？老大清了清嗓子说：写慈母吧，妈当年为了供我们上学，冬天在河里洗衣服，手都冻裂了。老二一听，眼眶忽然红了，接了一句：不仅是洗衣服，我当年生那场大病，是妈背着我走了10几里山路去县城，她的鞋底都磨穿了，把这句加上去。老三是个文化人，听着2个哥哥的话，眼泪直接掉了下来，拿起笔说：我来润色，我来写，就为了填上老母亲留下的这个空，定下这墓碑的字句和朝向。这3兄弟从下午一直商量到天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回忆起的全是母亲的苦，家里的难，以及小时候3兄弟在一口锅里抢饭吃的那份骨肉亲情。
等碑文定稿交到师父手里的那一刻，老大转过身，拍了拍老二和老三的肩膀，3个人抱头痛哭，10几年的坚冰瞬间融化。老母亲下葬那一天，3兄弟齐刷刷地跪在墓前，心连着心。你们想想看，如果这位老母亲当年为了不添麻烦，自己把墓碑上的字全刻好了，把朝向全定死了，那他走的时候，这3兄弟依然是一盘散沙，甚至可能在葬礼上又要为了点小事大打出手，这个家的气脉就随着他的死彻底断绝了。他高明就高明在他买下了墓地，但他绝对不办完，他留了一道极其要命的口子，逼着3个儿子非伸手不可。这手一伸，不是替母亲办了事，是母亲用这最后一道缝隙，把散了的家气重新给收拢了回来。所以我跟你们讲，你判断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到底是折福还是天福，判据非常简单，就那么一条。你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儿女有没有欠你一样还得动的东西？佛法讲因果经手，经手的凭据是什么？就是欠。他心里觉得欠了你的，你们俩之间就接上了一根斩不断的线。但是这里有个极容易搞反的误区，你们要晓得，欠绝不是欠得越多越好。如果他欠了你一笔3000万的巨债，或者欠了你一条命，那叫还不动的欠。还不动的欠就不再是结缘分，而是泰山压顶的重压，压久了就会生出怨恨，最后变成反目成仇。真正管用能滋养家运的欠，是他随时随地都能还，而且还了之后，过段时间你们还得再来一趟的那种欠。比如你帮他带了半天孩子，他欠你一顿热乎乎的晚饭，你给他垫了1万块钱应急，规定他每个月发了工资必须亲自上门还你1000，这些东西非常轻，但是他绵延不断。咱们中华文化里讲礼尚往来，诸位要记住，重点从来都不在那个礼制上有多贵重，重点全在那个往来上。往来是要人一步一步走动起来的，走得动的才叫往来，走不动还不轻的，那就成了催命的债。所以你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办的那些事，你替他把房子全款买了，办完以后他还需要来找你吗？不需要了。你把自己的身后事全包干了，他还需要来找你问吗？不用了。办完他不用再来了，那这件事就是彻底办死了。你们之间的情分和福气的流转也就跟着断绝了。我告诉你们，一个老人家晚年最美好最有福气的状态，绝对不是你手里攥着金山银山，对儿女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麻烦，而是有那么1、2件核心的事，你留了个尾巴，你笑眯眯地坐在家里，他们非得经常跑回来，亲自跟你请示，亲自替你跑腿不可。话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肯定着急了。您说的道理我都听明白了，可是我糊涂啊，我前些年不知道这3样折福的事，我已经全都闷着头干完了，那我是不是没救了？我家里的气是不是已经彻底僵死了？你先别慌，佛法讲慈悲，从来不会给人把门彻底关死。接下来教给你们3个补救法门，这3条法门不用你花1分钱，只要你做对了，照样能把儿女被你抽掉的福报完完整整的接回来。这第1条法门针对的就是那些已经把自己的身后事，像买墓地、订寿衣、拍遗照这些全都闷着头一个人办完了的老人家，你现在怎么补救？赶紧找一样在这个事情里头还没办绝，还能填补的手续交出去，让你的儿女去经手一次。比如墓地虽然买好了，那墓碑是不是还没立，或者下葬的细节是不是还没定？
甚至你可以去找那个陵园的管理处，再去加个什么小物件，添一笔钱，哪怕就是多添50块钱，你也得把你儿子女儿叫过去，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这个钱，让他们亲手去那张单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交接这件事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千万要改。很多老人办完事喜欢得意洋洋地说，看爸妈多体谅你们，我都给你们办好了，不给你们添麻烦。这句话绝对不能再说，你要找个安安静静的时候，当着他们的面说，孩子，妈前面的手续跑完了，但是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我留着等你来定，因为只有经过你的手，妈最后才能安心。你想想看，这话一出，他心里那个被需要的责任感立刻就被唤醒了。不管他平时多忙多不耐烦，在生死大事面前，只要他开口问了一句，亲自跑了一趟，这个经手的福报，他就真真切切地接住了。他问过的，哪怕只是一句这个朝向好不好，就算他经过手了，这断掉的福根也就重新连上了。那第二种，如果你前些年心太软，已经替儿女扛了一笔大债，或者全款给他买了房子，填了窟窿，替他伸了手，这怎么接回来？这个道理很简单，钱他肯定是还不上了，你得让他用别的方式还回来。我告诉你们，这种事最怕最毒的，就是变成全家人心里的一本暗账。你心里憋屈，觉得我一辈子心血全砸给你了，他心里呢，一开始感激，时间久了，要么觉得理所当然，要么觉得被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压得喘不过气，甚至开始躲着你。暗账是最伤家气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个全家人都在的安稳日子，把这笔账明明白白地翻出来说透。记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怨气去算那个几万几十万的数目，你就平心静气的只说一件事，这笔钱当年是怎么回事，爹妈当年是为了什么替你扛的。说透了之后，关键的一步来了，你得定下一样他现在绝对还得动的东西，钱他还不起，还不起，这账就变成了死债。你要定什么呢？比如你定下规矩，当年的钱爸妈不要你拿现金来还，但从今天起，你每个月必须回老宅2趟，亲手做顿饭，或者逢年过节，你必须替我去办一件体力活，替我去看看我的某个老朋友。规矩定完，只要他照做了，你必须在心里稳稳地接住，必须认。佛法讲心念流转，认了才算还，不认就等于没还。他提着菜回来在厨房忙活，你要在心里认下，这就是他在还你当年的情，这就是他在这本大账上记下的功德。这一条最要紧，你要他还的东西必须是他踮起脚尖费点力气就能做得到的。你要是提的要求他根本做不到，那比不还更加伤人。只要他还在行动，这因果的死结就解开了，活水就重新流起来了。第3条补救的法子，针对的就是那些把钱财死死锁在柜子里，买下来绝不动用，谁的手都没伸过的老人家。怎么化解这个死僵的家气？我跟你讲，不是让你今天回去就把钱全分了，让大家乱花，而是要让这笔死物过一次活人的手，只要他动一下，死气就破了。你今天回去就把儿女全叫拢来，当着他们的面，把你藏了10几年的那本存折、那份保单或者那个首饰盒拿出来，你要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让每个人都伸手去摸一次。摸完了，最核心的一步是你得把这东西的意思当面传下去。传东西必须连着意思一起传，没有意思的财产就是杀人的刀。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这笔钱当年是你爹你娘怎么一分一厘
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咱们家的定海神针，不仅要把意识说透，你还得在这个死水池子里挖开一条小小的缝，你从这里头拿出一小份来，比如拿个几千块钱，办一件全家人都在场都能受益的高兴事。你可以拿这笔钱给老屋翻新一下漏水的屋顶，可以给孙辈交1年的学费，哪怕只是拿这笔锁了10年的钱，带着全家人热热闹闹的出去吃一顿团圆饭，只要这一小份钱花出去了，家里的气场瞬间就活泛了。至于剩下的那一大份，你要当面立下明明白白的规矩，这笔钱以后谁来经手保管，什么时候才能动，遇到多大的事才能动，动的时候必须几个人一起点头。你们要晓得，这个法子的判句还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一条，动完这一次以后，他们兄弟姊妹之间将来为了这笔钱还得再来找你，互相商量吗？只要他们遇到事还得回来请示你，还得几个人坐下来商量，那就对了。这一动碰不得的死东西就变成了连接骨肉亲情的活气脉。其实啊，这3条补救的法子千条万条，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你老人家自己那双伸得太长攥得太紧的手往回收一收，给儿女们腾个地方。你想想看，还是咱们最开始讲的那个端一碗水的事，福气。就像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水，你把这碗水端在自己手里，你得舍得递出去，你递的时候身子得往后退半步，留出一个空档来，然后耐心等着孩子把手伸过来，稳稳地接住那个碗边。这碗水只有结结实实地交到了他们的手里，只有他们亲手端住了喝下去了，这福报才算是真正落在了他们自己的命里。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前面的可能转头就忘了，我在这里给你们再啰嗦最后一遍，这可是护住咱们家底的实在话，你们可得竖起耳朵听好了。这辈子尤其是过了60岁以后，有3样东西千万别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全办完。这第1样就是自己去办的身后事，你把墓地挑好，寿衣买好，不让孩子沾手，这就叫抢了儿女尽孝的手，把家里收拢气脉的法子给拆了。第2样是砸锅卖铁，替儿女扛了本该他自己去过的大坎，还了巨债，这是替他伸了手，他的性子没磨掉，这祸事迟早要隔代砸在孙子的头上。第3样是买下来死死锁在柜子里，谁也不让碰的钱财，这是谁的手都没伸，把一家人的活气全给憋死了。等老头老太太一走，没有传下意识的死钱立马变成炸弹。你们要晓得，咱们今天讲的这一条总纲就一句话，东西经了谁的手，福气就落在谁的身上。要是以前不懂，已经办错了怎么办？别怕，咱们有3条补救的法子，今天回去就能做。第一，办死的后事赶紧找个没完的手续，哪怕是添一个字加100块钱，留给儿女去办，让他去经这个手。第2，替儿女扛下的暗账，挑个好日子当面说开，让他用每个月回家做顿饭，替你干点体力活的法子，细水长流的还你。第3，所使的死钱立刻拿出来让全家人都摸一回，当面讲清楚这钱的来历和规矩，然后花掉一小笔，让气血活泛起来。这所有的法门判句就只有那么一条，你办完这事之后，儿女以后遇到事，他还得再来找你请示，跟你商量吗？只要他还得来找你走动，这就全对了。这叫把你自己那双手往回收一收，给孩子们腾个攒福报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咱们人这一辈子啊，到处去求风水，
算命理。其实天底下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那座山上，那个坟头，最好的风水就是咱们的这颗人心。你要想改命，最大的改命是什么？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那个因。今天讲的这3样东西可以说是家家都有，家家也都在犯这个忌讳。最可叹的是，犯了忌讳的老人家自己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对，觉得这是在体谅后辈。所以这个话总得有人来给他们戳破。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觉得心里头亮堂了，我劝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你身边那些同岁数的老朋友、老伙计看一看。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实实在在的积福啊！你想想看，你手指头一动转过去，可能就让你那个老伙计恍然大悟，让他家里少了一场为了分家产打官司的祸事，让他那个孙子少背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这就是你在无形中做的一场大善事，这就是功德无量。佛法讲得很清楚，法布施的功德是极大的。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确确实实帮到了你，帮你解开了心里憋了10几年的疙瘩，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咱们一起把这点亮堂的灯火传给更多在迷茫里打转的家庭。最后，大家千万别忘了在咱们的评论区里留下一颗善的种子。你可以写愿我这双手留得住给后人，或者写愿家中来往不断，情分不断。你们要晓得，文字是有巨大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不可思议的能量的。咱们千万个人的善念在这个评论区里汇聚在一起，那形成的能量场连天地都能感应得到。你今天诚心诚意写下的这句善言，它就像一道光，不管隔着多远，迟早都会清清楚楚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最疼爱的家人身上。